大家都在问，为什么每次都教6个菜啊？因为我希望你们都能666。今天呢，还是老规矩，给大家做一个洋葱的6种做法。第一道呢，给大家做一个洋葱炒鸡蛋，非常简单啊。这个洋葱呢，我就不教大家切了，你们都是非常优秀的人，这个是没问题的哈。好，第一步呢，我们打4个鸡蛋。其实我这个鸡蛋呢比较小，我今天就多加一个。如果你鸡蛋比较大的话，就可以加个3个鸡蛋就好。给少许的盐。 好，这里要教大家一个技巧，如果你想要你的鸡蛋更蓬松的话，我们一定要提前加点这种水淀粉在里面。它第一可以增加到鸡蛋的嫩度，第二可以增加鸡蛋的蓬松度。热锅冷油一定要遵循这个炒菜的原则。如果你用了铁锅，就要这样搞；如果你用了不粘锅，其他涂层锅就没问题啊，就不用去热锅冷油了。好，把锅润过之后，我们重新倒点凉油进来，我们开始下入鸡蛋。先不要去动它，我们让它底部先慢慢定型。好，就给它翻过来。 看到没有？一定要煎到这种金黄色啊！先给它煎一下啊。好，接下来给它捣碎哈，稍微给它捣成这种大块一点的鸡蛋。好，这会儿将它倒出来。这时候也不要洗锅啊，锅里稍微来张这个厨房纸巾给它擦一下就好了。如果你洗锅的话，凉水去的话，这温度就低了。我们再加入少许的油，这时候油要少一点了。我们下入这个姜蒜片还有葱段，给它爆香一下，青红椒。 还有这个我们亲爱的洋葱，好，洋葱炒一会儿之后，我们下入鸡蛋和这个提前焯水的木耳，调味啊，给少许的糖，少许的盐，来点这个白胡椒粉，好，一点点生抽，好，再来点蚝油，可以出锅了。 第二道呢，咱们做一个洋葱炒肉丝。把洋葱呢，我们清洗过后呢，把这个头也稍微给它去一下。你这样去切的话，把它切烂之后，它很容易让你流眼泪。我教大家一个方式啊，采用这种拉刀的方式啊，这样去拉它，这样它就不会说让你流眼泪。我们先给少许的盐，把这个肉丝有个底味，接着来点白胡椒，给点花雕，少许的生抽。 增加这个肉丝的鲜味，老抽给它上点颜色。这步呢，先不要加粉哈，因为粉的话是最后才来加哈。我们先一定要把这个盐味全部揉到肉丝里面，把这个肉丝的这种粘性啊，就是它的胶质啊，就是给它揉出来，这样你的肉丝就不会脱水了。这种肉丝的粘性都出来了，它全部都粘在碗边上的。加水呢两个目的，第一可以增加它嫩度，同时呢它可以去腥。 并不是说一次性加很多的水，我们分个2次、3次少量的加，因为一次性突然加太多水的话，这个水是完全加不进去的。我们先加1次，把它吃够了水分，我们再来加第2次。好，把这个水分揉进去之后，我们再来加第2次。这个呢，加过水之后，你的肉丝就不会说什么有柴啊这种情况了。到这一步呢，我们才加入这个土豆淀粉，就是生粉啊。土豆淀粉的目的是让加热之后，它在这个肉丝表面形成保护层。 可以把肉丝的水分最大的程度的锁到这个肉丝里面。这粉加进去之后呢，我们再给少许的油，给它封面淋面一下啊。这个目的就是待会儿我们下去划肉丝的时候，它不会成坨，因为现在它是有淀粉是组合在一起的。这个时候如果直接遇到高温的话，淀粉会粘在一起。但油不要太多，我们一点点就够了啊。好，这个肉丝基本上就腌制完成了，揉一下就好了，不要揉得太凶，太凶的话就会把粉揉掉。好，基本上这样就可以了。 好，这个锅呢，我们一定要治一下，就是弄点干净油，稍微给它烧点热油，热锅冷油，给它润一下。好，这个热油烧热之后，我们倒出来，倒点凉油进来。铁锅呢，就是一定要热锅冷油，每次它会不粘锅。好，稍微有点温度，我们开始下肉丝。 抛开就好了哈，你不要急哈，千万不要急。遇到这种情况，你把火关小点哈，别怕，没问题的。看这划出来肉丝就是一颗一颗的。好，这肉丝划散之后呢，我们先下入这个姜蒜米啊，来这个少许的豆瓣酱啊，这个郫县豆瓣酱啊，豆瓣酱一定要炒香哈，一定要给它炒过，它才会出香味啊。 好，这时候我们稍微给点老抽，给这个肉丝上一点点颜色，让它保持这种酱香味的颜色啊。好，现在开始下入这个洋葱丝，切好的青红椒丝。好，我们在炒菜的时候发现锅有点干的话，这时候我们可以加入少许的清水啊，这样的话炒这个菜的话会更滋润一些。现在开始调味啊，
一点的盐和这个白糖，我们来点生抽。搓以前，咱们给我少许的水淀粉，好，可以出锅了啊。第3道呢，给大家做个洋葱拌木耳。这里有个误区，给大家说一下，像这种木耳的话，你不要说直接泡胀之后直接拿来拌，这个是很危险的，一定要给我们焯水哈。好，水开以后呢，我们在水里加少许的盐，这样的话可以让那木耳有盐味。我们焯水的时候啊，好，水开以后，我们给它放入水中，烧开，给它杀菌，焯一下，不要焯得太久，太久的话，这木耳它就失去脆弱，但是一定要保证这个水是烧开的状态。好，烧开以后呢，我们就把它打出来。快速的放入这个凉水中，这个水可以是凉白开，也可以是你家里面可以直接使用这种过滤水，都行。就一定要给它降温，这样的话可以保持这木耳的脆度。好，锅烧到之后呢，我们在锅里倒点油，我们要炼一个这个凉拌的油啊。这步呢，我们在玻璃碗中呢放入少许的蒜蓉，凉拌菜呢一定要有蒜蓉啊，给少许的小米辣、干辣椒节和干花椒。这个玻璃碗啊是可以高温的玻璃碗，如果你家里面不能高温的话，你就选一个那种铁碗或者不锈钢碗来。通过热油去激发它。好，我们让这个油烧到大概5成热之后呢，我们浇入到碗中。好，把这个蒜啊、辣椒啊、花椒给它浇香一下哈。如果你不喜欢吃辣，其实你可以放点这种干葱碎在里面，把它做成个葱油味的，做一个咸鲜也是可以的哈。好，我们给个2勺的生抽，我的生抽呢是淡盐生抽啊，就是它的盐会比较少这种生抽。好，我们再给1小勺的盐，放点白糖。增加这个鲜味，白糖放的少，它是提鲜的啊，给大家说一下。蚝油，给个大半勺的香醋啊。好，我们给它搅拌均匀。下入洋葱丝，下入这个木耳，焯水的木耳，来点这个葱段，来点香菜。这个时候我们把这调料倒进去，好，给它搅拌均匀。第4道呢，我们做一个洋葱蒸蛋。我们第一步呢，先看到洋葱底部的时候，它不是那么平的时候，我们用刀给它修一下。好，我们直接一刀切下去。切的时候呢，下面不要划断了哈，尽量给它留一个筷子的距离。如果你是新手的话，你可以垫2个筷子在下面。现在有点冲眼睛，但是你要去坚持住，坚持住哈。基本上就改完了。平时我们在家里面蒸蛋的话，你可能会出现的情况就是，要不这个蛋就蒸老了，要不就是这个水加多了它凝固不到一块儿，其实就是比例的问题。正常的话，我们蒸蛋的话是蛋是1，水是1.2，要不就是蛋是1或者水是1.5，就最多就放1.5。但今天呢，我们要蒸洋葱的话，洋葱它蒸的时候它会出水，所以今天我们就放个1比1.1。这里说的都是重量，去个皮。这里是206克哈，我们加少许的盐，我就称个220克的温水。发现这个蛋液有泡泡是不是啊？这个泡泡也要过滤啊。如果泡泡你不过滤的话，它容易蒸出来有这个蜂窝眼。这时候我们把它蛋均匀的给它淋进来。我们把蛋液倒进去之后呢，接着封上保鲜膜。这个保鲜膜呢，大家尽量去买那种可以高温的保鲜膜。有很多朋友都说保鲜膜又不能加热啊，又不能蒸啊，你要买那种可以高温的。最后我们再用这个牙签稍微给它扎几个小孔啊，让里面也可以用气排出来，但是孔不要扎的太多。好，接下来水开之后呢，放入蒸锅中，好，盖上盖子，我们中小火蒸个12分钟。好，时间到，我们把蛋拿出来。这个蛋蒸熟之后呢，我们拿出来浇点蒸鱼豉油，再撒上葱花。第5道呢，我们做一个孜然洋葱炒牛肉。好，第一步呢，我们将这个牛肉腌一下。这个部位是牛里脊啊，我们给少许的这种盐，来胡椒粉，来点花雕、生抽，再来点蚝油。好，一定要先把这个盐味给揉进去，揉出这个牛肉再出这种胶质之后呢，我们再加入少许的姜葱水，给这牛肉再加点水。牛肉你不加水的话，它是不会嫩的啊，我们一定要加点水。好，我们再加一次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加少许的蛋清，蛋清也可以增加这个牛肉的嫩度啊。这个呢，一般半个蛋要不了，因为肉比较少，加不了那么多。我们该少许的蛋清，还是一样的方式啊，一定把这蛋清呢揉到这个牛肉里面，让这牛肉充分吸收这个蛋清，以及前面我们加了姜葱水，这样的话你的牛肉就会嫩了。抓进去之后呢，我们再给少许的土豆淀粉，就我们说的生粉。
好，加了粉之外，我们来点油，最后再来点油淋面一下，这个牛肉就腌好了。轻轻的揉一下，我们先腌个15分钟。好，这个锅烧热之后呢，我们可以少许的油把锅炙一下，倒出来，再倒点凉油。有个3成油温，开始下入这个牛肉片，给它划散一下啊。这个呢，你不要把它划到全熟哈，但有点这种7、8成熟就好了。看，我们倒出来。这个时候呢，不要洗锅啊，来。 姜、蒜米还有葱段，来点少许的小米辣，先给它炒香。好，下入我们的洋葱，把洋葱炒香之后呢，下入我们刚刚划好的牛肉，快速的下锅。好，这个时候做个简单的调味啊，有少许的生抽、蚝油。好，鸡饭老熟，来一点点，上点颜色啊。 孜然粉啊，好，出锅前我们放入这个香菜，一定要大火哈，最大的火，最后一定要大火，来点香油，好，可以出锅了啊，来，视频到这儿来应该没多少人看了嘛，没多少人看，我就偷偷的做一个油炸的哈，油炸洋葱圈，好，我们尾巴呢，给它切一下，尾部给它切一下。 这种紫洋葱它稍微要冲一点，如果你嫌洋葱比较冲的话，可以买那种白色的那种白洋葱，它没那么冲，给它切成这种圈圈就好了。这个有点冲人哦，这个有点。剩下这些我们待会儿拿来炼油或者炒菜什么就把它用起来，不要丢掉啊。好，兄弟们，我就开始为所欲为，整点油来炸了哈。这样你找个小点的锅啊，我们倒点干净的油，我先开小火。现在这步呢，我们开始把那个洋葱啊过3关。 给它稍微给点毛盐，来点这个胡椒粉，轻轻的给它揉一下。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鸡蛋给它打散。我们按照这个顺序，先裹这个一层干的这个土豆淀粉，接着裹一层鸡蛋，最后裹成面包糠。先裹入土豆淀粉中，再裹上一层蛋液，放入面包糠中，再裹上一层面包糠。好，这个洋葱圈就裹好了。 这个油温呢，大概烧到4成左右，我们把火关小。这个油炸过的东西，它确实是好吃的。如果你要说这个洋葱圈拿来煎的话，它真煎不了，就只能油炸。好，开始下了。我这锅呢比较小，所以一次还炸不了几个圈圈啊。第一次好了，捞起来。好，接着再来下哈。 边炸边捞，它下去很容易就熟掉了哈。我们这个菜就是平时你在家里面追剧啊、看什么球赛的时候啊，炸点的提前炸点在那儿丢在那儿，当宵夜可以吃的。兄弟们、姐妹们，基本上这个洋葱圈就炸完了。我给大家看一下平时我这个油是怎么用的啊。看吧，我们一定要找个东西把这个渣给它过滤出来。给你看一下这里面的油啊，这个油你待会儿可以拿来炒菜都没有问题的。 好了，兄弟们、姐妹们，最后一个洋葱圈给大家尝一下味道啊。这个呢，我先蘸番茄酱，就是如果你不喜欢吃番茄酱呢，可以蘸一些椒盐啊，或者是一些辣椒面都行。它外表是酥脆的，再配上这个番茄酱，酸酸甜甜的。这期呢就把6种洋葱做法教给大家了，希望大家都能够有空的时候做起来。我是阿伟，请关注我，你雕的吗？偶像。